我开青年养老院的时候就有骂声，直接说青年人养什么老，不务正业。我们在这个时代下的这个压力太大了，青年人不光要奋斗，人是需要休息的。我是一个90后，以前在部队出来就开始北漂，做了很多工作，在新闻里面就看到过有一些青年人他入住到老年养老院，就是想着，哎，那把这些养老的人给他变成青年人会怎么样？在2022年的10月份，我就落定了要做青年养老院，以最低的租金，让想休息的青年人在这样的环境下享受一个自由的精神的生活。是依山傍水，周边的村民都很淳朴，入户群体大概都是90后，会有一些00后、80后，自由职业者或者是艺术创作者、上班族会比较多一点。我们青年养老院45岁以上的不收，从来没有上过班的不收。年纪的话，应该是在1500左右的，还提供了义工换宿。前身是一个学校宿舍，花费了将近45万，改造出来了12间房。上下2层，2楼做了露台，公共厨房可以买菜做饭。不会去要求大家的一个生活作息的情况，慢慢的会发现早起的人越来越多。年轻人大多数会把手机关掉啊，跟大家放空式的去交流。我们会组织一些活动，打个8段锦啊，种地，去徒步学拳术啊，或者是大家一起打坐啊。晚上的时候，我们比如说会举办这个音乐会，学吉他啊，一起敲手鼓。前来的一些几个白领，对吧？带他去种地，刚开始还是对土还是排斥的，脚丫子扎在那个土里的时候，他一下子就能够放开自我。上2年的班，天都在重复一样的事情，然后变成了一个网络 UP 主。2022年的时候过来住了大概半年，今年6月份的时候又过来了，想在这里暂时休息一下。来接。我其实算一个循规蹈矩长大的孩子，到了我这个年纪的话，其实父母的催婚的压力还是蛮大的。养老院最开心的事情就是没有人去评判你这件事情做的是非对错。我在家里其实天带小孩，没什么时间来讲一些创作上的东西，工作室就可能会暂时的就抛开。一般都是7点左右就会起来，去承接泥巴上的一些创作。他们都是90后，都比较好动，很活泼。听听他们的一些想法，就会想到自己的孩子啊，对我教育孩子啊，有一些思维上的一些转变。我现在打算住1-2个星期，9、10月份我会带着我的太太体验一下。我在这边属于常住了，很多人会聊得来，会有说不完的乐趣，从爱变成易了。以前一直在国企上班，在北京定居了10多年了吧，在一座城市里待了很久很久，圈子逐渐的局限化，最后觉得挺孤独的。很偶然的一个机会，然后就路过这儿了，弄个小篝火，或者唱唱歌，感觉突然就内心就打开了，不想走了。有事了你就去忙，你回来以后大家都在这儿等你，觉得这种感觉很亲切。这儿不仅是一个养老院，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个医院。其实反映着是当下年轻人的一种新的精神诉求，开始给自己减轻压力啊，开始不工作，不想结婚，不想买房子，不想生孩子，进入了一个低欲望的时期。他需要一个无所事事这样的一个场所。我们80后、90后作为这个独生子女一代，对于未来将要面临的养老问题，这种抱团取暖的方式，这是一种提前尝试。所以很多就是在城市里面工作的一些青年，住7天、住20天吧，还是要回归到原有的一个生活状态和工作的一个状态，能够把自己的心养得更安静，能够更好的去出发。